575名立法委员，只有来18名哦。蔡英文白痴啊，蔡英文智障。Hello， 什么呀？大家好，我是会说印尼话的 Sam。这次看影片的标题就知道，在2022年底，印尼的国会又做出轰动国际的大事咯，就是对于印尼的刑法条文做出一些修正。无论是海外的其他国家，或者是印尼人民，他们自己也都看不下去了，就连台湾的新闻都有报道。这个刑法修正案的诉求，原本只是想要脱离荷兰殖民的旧法律，创造出属于印尼自己的一个新制度哦。没错，印尼跟台湾自古以来就是荷兰的一部分，但是印尼国会的立法委员，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怎么会选出一堆对哦，新版的法律改过之后，对于公职人员或者是总统做出批判会被抓去关好几年所以要小心一下。我刚刚有上网查一下啦，这次印尼的刑法修正案要改的法律超级多条的，而且蛮好笑的居然连人跟动物性交也会被判刑哇塞，怎么会针对这种东西搞出修法啊？难道在印尼很多人这样搞吗？然后我有查到在 CNN Indonesia 他们有把几个比较争议性的法律抓出来整理分析我就把他们整理的法律来介绍一遍好了。我看一下第一条，藐视总统，这种就是我刚刚讲嘛，就是对总统的不尊敬啦。所以在未来印尼就不能跟台湾一样蔡英文白痴啊，台湾智障这样。蔡英文啊，英文不善这种话不能讲，讲会被抓去关的那种概念。这边讲了如果肇事者是可以判处最高3年有期徒刑哇塞，这算什么文字狱吗？在做这个影片，我有跟我老婆讲一下，你要不要露脸出来评论一下关于你的国家法律的更改制度是怎样的看法？然后她说不要，怕被抓去关所以这影片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出场。再来第二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话好像在哪里听过讲比较白就是叛国罪啦，就是印尼的领土不能被分割啊，像是如果有什么地方要独立啊，提出来那个建议的人就要被抓去关，甚至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对，印尼就是有死刑。然后在第三个法律就跟第一个法律差不多吧，就是对于公职人员还是那种政府机构做一些什么批评啊这些之类的话，就是不能什么在网络恶搞他们图啦，就是很像在台湾我们的立法委员都叫我们去吃莱猪这样，然后做成图文或在粉专这样不行的而且这里法律条文还有讲如果是在公共场合用口头或是书面的形式在批评国家政府机关，最高可以被判1年半的有期徒刑。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个东西是在网络上面操作的，还可以再加刑期2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网络发文的话，会被判更重超级奇怪的啦。再来第4个就是关于那种集会游行法的申请吧。就是如果你在印尼组织集会游行的时候，如果没有事先申请的话，刑期会再加重。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问题重点就是集会游行的定义好像有点模糊，知道吗？如果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来悼念还是来抗议，这边有写说如果临时组织集会游行被抓到的话，每一个人都会被判处6个月监禁大概是这样吧，是这样。第5个就是打击假新闻的部分，这边有写如果是做假新闻的话，会被判6年有期徒刑或者是罚款500 juta。500 juta 是多少钱呢？大概台币100万，这好像罚的比台湾少但是印尼在修的这个条文还是有跟台湾有一点落差，就是它还增加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是你在质疑这个新闻是假新闻的时候，如果这个新闻是真的，你会被判刑我这边看一下是会被判处4年的有期徒刑，或者是200 juta大概40万台币的罚款。再来整理的第6条是对于官员贪污的处罚部分，我这边看到是在2001年修的法律贪污的话最少会被罚差不多200 juta，大概是就刚刚说了40万台币。但是这次被修的法律会改成按照情况来调整，最低的话会先从10 juta，大概是台币2万块吧，最多会罚到2 miliar， 差不多400万台币。所以如果你是政府官员，然后再包一个工程的时候，如果被贪污个5000万，最多就是被罚400万而已。好爽我也要去印尼参政了。差不多是这样啦，就是罚款的金额有做改变吧。再来就是第7条法律，就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婚前性行为的这种问题啦，还有婚外情啦。这边就有规定了，你是发生婚外情还是婚前性行为的话，会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麻烦的地方就是在于这种东西是属于印尼境内的法律，所以如果我们外国人跑到印尼在那边乱搞我们也是会被抓去关的。而且
且关于就是也有讲到那个什么，就是如果你在印尼订饭店的话，如果跟你同住的那个异性不是你的妻子或者丈夫的话，就是不允许同居的。其实还没修改这个法律之前，现在印尼大部分饭店还是有这样的规定哦，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风俗民情比较淳朴的地方才会有这种的规定。如果是在巴厘岛或者是雅加达的地方，应该还没那么严重啦。对啊，我就觉得这好奇怪哦。但是现在还没有人被抓到然后被判刑的案例啊，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观察下去咯。如果真的开始抓的话，真的哇，真的会影响到巴厘岛的经济吧。我2个月前才去巴厘岛而已，我就有去问当地的店家，疫情影响到多少？有些真的是2年完全没收入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买纪念品，哇靠，超级贵的啊！他们想要在疫情结束之后好好削一笔啊，是这样吗？还不重要。然后再来第8点就是，这种东西好像蛮多台湾人支持的哦，就是不能散播共产主义的资讯，就是不能在印尼宣传或者散播共产主义。但是很多人会抗议这种东西啊，因为现在印尼人超多人喜欢共产主义的，真的。这个有时间我再做一个影片再讲解为什么很多印尼人会舔共。OK， 我这边是看一下它的修正的法律是，你在印尼宣传共产主义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东西哦，你会被抓去关4年哦。但是这个法律条文可能会跟宪法相抵触了，因为这个东西好像侵犯到人的言论自由吧。但是也有人提到，就是因为如果宣传共产主义，那就是反民主的行为嘛，所以这个也是跟宪法相抵触的，所以要看这个行为人的犯罪程度，然后法官会怎样判。再来就是第9点，哇，这个好像很多台湾人会触犯到这个法律哦。我看到就是请塞公做法。帮你改运啊，帮你什么养小鬼啊，就是那种巫术啦。在印尼从事这种工作的话，就是触法的。这边有讲到，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请人做法，你自己要被关1年半。但是如果你自己宣称我有什么超自然力量啊，我有什么法术啊，那个要被关更久了。再来第10点就是街头涂鸦，现在在印尼不能随便乱画画了，就是如果你在任何公共场所啊、公共设施在那边涂鸦的话，会被罚钱哦。我这边看一下，我这边看是收不入租大被罚2万块啦。但是2万块对大部分印尼人还是蛮多的啦，我们应该不会这么给小去那边涂鸦啦，这印尼人自己的事情。第11点就是关于死刑的部分，把部分原本不是死刑的条文呢，把它调高成死刑这样，所以这种废死联盟又出来啦，不符合人权啊，怎么什么之类的。好啦，大概就是这样嘛。但是 CNN 它这个报道没有提到我刚刚说的人受教要被判刑的事情哦，可能他觉得这个不重要。好了，就是这样。以上就是印尼刑法修正案有一些争议的地方，你们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吗？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印尼不是民主国家，但是其实印尼真的是民主国家，这些印尼的立法委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搞呢？所以我刚刚又查到一个新闻，就是在审核这个刑法修正案的时候，有575名立法委员，依照台湾的逻辑是讲立法委员啦，也可以说国会代表吧。这边开会的过程呢，只有18名立法委员出席耶，575名立法委员只有来18名哦，太夸张了！这些人领了钱到底跑去哪里了？他们这个还有什么代理人参加哦？就是你在开会哦，不一定要那个立法委员本人出现，可以找代理人哦。那请问一下，我们选这个立法委员要干嘛？对啊，这到底怎么选出来的啊？就很奇怪啊。但是这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就是当成出国考察，给我们台湾的政治做一些借鉴吧，我是这样觉得啦，当成笑话来看。但是新闻上面也有提到虽然12月6号已经通过这个法律，但是其实还有3年的宽限期可以做宣导宣传啊，3年过后才会正式实施这个法律哦，所以可能还有一些挽救的机会吧。就是好啦，你们印尼人民加油！而且大概2024年印尼那边也要选举啦，所以3年后嘛是2025年，然后2024年如果选举换了官员，看法律会不会改回来咯，我们再拭目以待。 OK， 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是觉得哪里我有说错的，想要纠正我的，欢迎在下面留言，我每一个留言都会看。 OK， 再一个印尼语教学好了，我来教一个刚刚很常讲到，就是立法委员应该叫做国会代表啦，国会代表印尼话叫做 DPR， 再讲一次 DPR， 会不会很难啊？ DPR 要这样发 DPR， 如果你不会发 R 的音，就可以说 DPR 这样就好了。其实这样没关系，印尼人还是可以听得懂的。如果要拿来造句的话，就是 Di tahun 2024 harus pilih DPR lagi。 Di tahun 2024 harus pilih DPR lagi。 意思就是说
在2024年，印尼还要再选一次国会代表。OK， 影片就到这边啦，我们下个影片见，300jumpa。